这个岛叫什么？这个岛是著名的孤山岛。孤山岛。夏天最热的时候有多少度29， ？29最热，不会超过30度。有时候31。啊，但是最热一般是30度，很少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很少就。湿度不怎么大。不大，湿度就是那冬天的话有点干燥。冬天最冷可以达到多冷？冬天最冷你觉得啊？0度。 0度。对，很少，几天。那比较多的是几度？冬天？6度，早上6度，然后中午的话就16、17度、17、18度，21度的话要到过年的时候。就10度以下就只是冷一会儿啊，半夜的时候冷对，一会儿。就是也不怎么冷，你就随便穿个保暖衣啊，再加个毛衣，再加个外套，就冬天就过完了。就是我是少数民族的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你说你是少数民族？玉溪峨山彝族的。啊，彝族的。对，彝族的。我来自那个玉溪峨山嘛，峨山是第一个彝族自治县。啊，你们说话我们听不懂。我说这里的方言你也听不懂呀。啊，你说你们彝族的我们也听不懂是吧？听不懂，是没办法交流的，因为那个只能拿那个汉语，就是普通话。对，他说的普通话也不怎么普通。但是你的普通话我们都能听懂，很好，很好。然后那个就说咬字不怎么清楚嘛，因为彝族嘛，就是对那个什么平舌音啊、翘舌音啊，可能就咬的不是那么。但是已经很好了，真的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不用客气。建水县云南啊，我发现他们的当地的房子都还不错，表明呢，可能他们这里的经济条件蛮好的，这些人可能比较富裕吧。你看，都是别墅型的在上面。这应该是农村吧，这一带吧，比我想象的好多了。我看到的情况，我觉得比广西好，就是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广西高，我觉得，我有这个感觉。要么就是它的旅游业补贴了很大一部分。我认为啊，就比如说建水这一带啊，还有蒙自啊，都不错。比较差就是从广西进入云南的富宁那一带，富宁还不行，没有这里好，对吧？你看他们这房子啊，让我想起了浙江那边，很多小的洋房，这估计是农村，不会是城市。后面是高铁，那个山上。我们现在是往什么方向？往澄江，往江川。江川方向，就是抚仙湖的江川，这一段。哦。抚仙湖是玉溪的下属的一个湖，对吧？对。你说是什么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之一？对，是中国储水量第2大的淡水湖，而且它有很多特色嘛。第一，它是水非常深，有很多200-300米，你说啊？对，200-300米有很多深水鱼，然后在卫星地图上面看，它跟别的湖的颜色都不一样，它是黑的，因为太深了水。这里我看有棕榈，说明了冬天不是特别冷。今天我们跟那个中介啊，房屋中介交谈的时候，他说这里几乎没有超过30度的啊。他说30度非常少见。我们听到好笑。他们都不装空调。对，绝大部分的家庭都没有空调，不用装，不需要。这里不是玉溪的主城区，这是江川区。江川区郊区了，相当于郊区。对，我来说说总体印象吧。我觉得从目前看到的这几个县岸市来说，云南要比广西更富裕，发展的好一些。然后云南的气候也更好，可能更多的旅游的人，对吧？旅游资源比广西更丰富。对，或者说，广西做的广告太少了，很多人不知道。然后云南可能从气候来说更宜居，因为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啊。主要是因为它海拔高，其实它纬度蛮低的。其实现在农村的生活环境真的不错啊，所以作为城里人呢，我们不要好像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以为人家农村人怎么样。其实现在农村生活环境真的不错，像这种左边你看，就是农村的房子啊。刚才我们还看见一家农村的，他自己还装了一个充电桩，那个充电盒是吧？充电盒，就表明他肯定家里有电动车。就正好是一个类比啊，就是现在欧美老外就是
对中国有错判啊，对，就觉得中国这也不行，然后来看了以后呢，又觉得很哇塞 ，city 不 city， 是吧？对吧？就我们城里面这个城里的认知也要改变，也要改，就他实际上就跟外国看中国一样啊。对啊，如果你不了解，你以为别人怎么样，其实人家你有的别人可能都有。你看人家前面这别墅，这房子多漂亮，应该是农民的吧？因为这一带好像是农村。虽然在山区，但电动车很多啊，也适合用电动车啊。像这种气候，没有极寒，也没有极热，对电池比较好。我们又开始往上了，好像啊，又在爬坡了。我要拍照。另外呢，对于大城市的朋友们呢，我想科普一下啊。现在我觉得啊，农村和城市生活水平没有特别大的区别，因为现在网络农村都有光纤上网呀，然后网购也可以啊。比如说我们村，我刚才好像说过，在我们村我们家旁边100米的地方就有个网络点，快递就一下楼就可以去取了，还可以美团购物啊，就是我在超市买东西，头天下单，第二天送到我们那里了，第二天中午到。所以我现在很少到超市里面去。这云特别好看啊，叫棉絮云是吧？这个叫棉朵吧？棉朵，它比较厚嘛。一般是高原地区容易有这种云，好像在西藏那边也多。对啊，现在你看上网没问题，网购没问题，交通也方便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在农村现在居住挺好的。很多农村从家里出门到高铁站哦，对呀，高铁站像我们家就7分钟。我们刚刚看的房子多近，是吧？对对，很近。可能大城市你交通堵车，你要到高铁站要1-2个小时，是吧？农村说不定更快。是，相对来说，当然农村人肯定是比城里人，从金钱上面来说，经济条件肯定没有那么好，因为工资没有那么高嘛。但是很多东西是免费的，有自己的田地啊可以种，有自己的独栋的房子。农村到镇上或者是县城的，它什么各种商场商业都有，是吧？对，城市里面的这些生活，它都能基本都不缺。唯一没有的现在就是文化方面的活动，比如说什么歌剧院呐、交响乐这种。但这种是阳春白雪的东西，不是普通人需要的啊。但是青山绿水呢是城里没有的，对吧？对，他所拥有的你是永远都不可能游泳。是的。我想起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去年是今年，我在网上看见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，就写了一位上海的女士去西藏去旅游，然后呢看见一位藏民在放牧。他觉得这藏民可能非常穷啊，因为上海人总认为自己怎么样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位女士去问，很关心的样子，问啊，你的收入怎么样啊？你家里有什么东西啊？她说我只有200头牦牛。然后那个女士就问，一头牦牛值多少钱呢？她说几万块钱吧，200头牦牛多少钱了？所以那位女士后来就无话可说了。这只是个例子啊，说来说去还是这10几年，政府呢投资很多的这种基础设施，比如说道路啊、饮水啊、网络等等，对吧？大幅度的拉近了城里和那个农村这种生活水平的差距，这缩小了差距，城乡差别。然后空气呢，农村肯定更好了。你发现没有？我们路过那么多县城，我们在城里面，人家骑的这个也都是电动自行车啊，对啊，或者是什么3轮，或者是小的电动车啊，或者是行人都不怎么看我们，是吧？我们开得慢也好，快也好，就别人有自己的节奏，是吧？就好像他们都见过，是吧？你这些什么东西都不稀奇，是的，就眼里面没有那种好像哎呦好稀奇外面来的，是吧？这又是一个小镇还是什么的啊？好像是小镇啊。
小鸡窝，这地方叫小鸡窝，你看，对，小鸡窝，地图上拍的小鸡窝，你看人家小鸡窝的房子啊，要比城里的房子有的更好。这是应该是一个村，比较大一点的村。放学了。另外，我觉得啊，在这种小地方出行更方便，因为你骑着这电瓶车，很快就可以出去了。我们从云南的东大门富宁进来，现在都快到昆明了，就没有看到过破的村子啊。哦，对，特别破真的没有看到。所以觉得啊，农村人哈，他们现在生活确实不错。像这种你是装不出来的，对吧？他的房子就盖在那里啊，你没钱，你肯定盖不起房子嘛。哎，前面的老建筑不错啊。哦，对，云南的这种传统的建筑，我觉得也非常的美。它的瓦片比我们广西的好，好像那个华东那边的瓦片也是很小的，传统那种，一片一片的。它这种都比较大，不容易破，有点像琉璃瓦一样。那座房子不错啊，前面那个，很豪华。就现在见到右边这栋，你看3、4层的，这栋也不错，很羡慕人家。这肯定是以前的旧的房子，这里叫小鸡窝，这个名字不好听。鸡窝小学，我刚才鸡窝村，鸡窝村全是鸡窝这一带。汽车早已进入家庭了，你看，到处停着这种车。10年前或者15年前根本不可想象，对吧？小时候你说，以前你见到一辆在阿克苏，见到一辆桑塔纳，骑自行车啊，对，尽可能快的追上它，也长一点时间，然后闻到汽油的味道，闻到汽油味道好香，觉得，真的那时候真的觉得汽油香。我前2天还见到人家在微信发给我的一张拍以前80年代那个报纸的那个广告，一辆丰田车，你知道有多少钱吗？当年30多万。想想看，当年人的工资可能就100块钱。这里都是人家蔬菜基地，有这种棚子的，什么上海超市里的蔬菜，有可能有的从这里出产的呢。说到这个，我又想起了啊，大国有大国的好处，然后现在物流特别发达，能够吃到全国各种水果啊、蔬菜，对吧？还有肉类也一样。中国是百国之和，是吧？相当于欧洲几10个国家的之和，对吧？不存在跨国贸易，都统一的市场。对啊，统一关税区相当于一个省，不管是从面积、经济实力，人口，对吧？都是相当于一个国，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国家。因为中国是一个国家，所以它能够非常好的利用这个规模效应，可以大规模生产，然后大规模降低它的那个生产成本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产品呢竞争力那么强，就是因为它大规模生产嘛，能够降低单个的成本。在很多国家，人家认为啊，你那么便宜，怎么能够生产出来呢？肯定是国家补贴了。其实没有补贴，不可能中国样样都补贴啊。中国政府也没有那么多钱去补贴，而且中国人也没有那么傻，为什么补贴你低于成本，然后呢卖给你欧洲人呢？哎，有个问题我不理解，刚才在玉溪那个房屋中介说，他们在家里用电只有3毛多钱啊。为什么云南那么便宜呢？我们广西是5毛多。云南有那个你忘记了？有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电站啊，就是长江三峡上面又有一个更大的电站白鹤滩。我知道啊，白鹤滩就在云南。白鹤滩在云南。云南对、对，所以它是那个西电东输的发源地啊之一，是吧？所以刚刚我们都惊了，它的电力成本比较便宜，是吧？对，不管白天晚上都是3毛8， 3毛6啊。然后我们今天去玉溪那里去充电，12点之前是6毛多，然后12点过后呢是5毛多。这是我们见过充电最便宜的，对吧？就是这种
商业充电啊，公公共共充电最便宜。最便宜的，在广西那边还要1块3毛多。哇，它这个它利用风能、太阳能，你看啊，这路灯全利用了。2种能源都利用了。哇，白天充电，晚上放电亮灯，这种理念不错啊。我要拍照，就没有太阳的时候可以有风，对吧？对，有太阳有风就更快。风挺大的，你看，有的转得非常快。也许电太多，你看一根杆上面有两个灯，一个朝左，一个朝右，看到吗？对，那电用不完。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，也是值得西方学习的。确实，在新能源的从政府政策的主导，然后呢投入，以及现在的使用来说，中国确实要领先西方不少啊。不管是风能、太阳能，还是现在电动汽车，都一样。中国做了大量的投资，还有好像10几年前就开始铺垫了，一直到现在啊。我觉得一个人啊，还是有时间有机会，还是出来走一走，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啊，不要老在自己那小圈子里。然后你说，你的车每年有2000度的额度是免费的，是吧？充电。对。如果你不出远门，其实你用不完啊，一年啊。2200度，如果换算成公里数，就是将近2万公里。啊，对啊，将近2万公里，你在城市上下班肯定哪开得了多数那么多用不完的。对，所以就说你根本不用花钱充电了。我们都是如实拍啊，看见什么就拍什么，这才是呈现真正的中国2024年10月份云南这种景象，也没有什么美颜。我发现云南、广西啊这边特别多这种三角梅啊，我很喜欢这种色彩，很鲜艳，像那种紫色吗？这个颜色？紫色呀。啊，对，我发现真的中国现在全国啊，我不可能说不敢说全国，我去过的地方，我去过那个最远去过了新疆，然后广西啊、云南，我看见我们这里的这种路灯几乎都是新能源的啊，就是太阳能，然后呢就可以照明了。这点呢，我认为也是比德国领先的地方。那边新能源这种灯比较少。然后呢，告诉大家可能不信啊，在德国听说90%的这种光伏这种板啊，都是从中国进口的。原来德国还有最后一家，而且是一个瑞士的投资人，在东德德累斯顿附近生产这种光伏板，后来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也关门了，因为竞争不过中国的。因为作为普通的德国人啊，虽然有的时候他谈到什么爱国，但是涉及到自己钱包的时候，那就没有什么所谓爱国了，他就会选所谓性价比最高的或者最便宜的了。那最便宜的当然是中国的光伏板。